升到了3.0，这个是大版本了，所以肯定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那你说升级以后是不是加了真皮啊，液晶屏放大了？没有，那些只是软件的升级。升级在哪呢？比如像我们来看看这个 UI 哈。这块屏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但 UI 里面的软件都发生很大变化。比如像咱滑一滑看看啊，你看这个效果还算是流畅，对吧？挺流畅的。然后呢，这一版的还是以地图桌面的一个形式。什么叫地图桌面呢？就是它发现呢，其实人在开车的时候，最主要的第一个对液晶屏的需要还是导航，那第二个是音乐，所以呢，这里会有这块地图桌面，这里会有一个 QQ 音乐，然后剩下的就是一个可以滑动的其他的功能，你自己看着办吧。对，这一块的功能大概就在这里。那其实仔细去看里面的像一些 APP 啊等等的会有很多。我们来看一个东西哈，这里它加了一个这样的小功能，你看啊，这个叫做编队功能。你说这玩意儿的话，咱在手机上不也有吗？那个什么高德导航不也有一个编队功能吗？但那个不一样，那个导航的编队功能主要是防止你掉队的，那这个的功能呢，主要是来做沟通的，所以它有点社交属性的。比如像咱们在这里边有这么多个，都是我们的一个一个的这个队伍，比如像这个队伍比较大，33个人，这个队伍有2个人，剩下这些还没有人加入进来。比如像咱们加入进去，带头出发，那你就进去以后呢，就可以进入到这个编队里面去了。然后在这个编队里面，你就可以看到，我现在在这里，别人现在在哪里？如果那个人没在开车，那怎么办呢？其实他只要上了这个 APP 的话，他在手机上也同样可以去和你互动起来的。所以这个功能呢，它其实是打通了车机和手机的。那此外呢，我们还可以跟它发点语音什么的。比如像你平时开车的时候，你要找前车，你可不得掏出手机或者对讲机来，这样危险嘛？那你这样，你只要这样按一句就好了。你看。你开哪儿去了？怎么这么快呀？你在哪呢？我还没吃早饭呢。开过去了。但这个功能我发现有一个问题，这个功能它有一点，它不能撤回，所以你要小心，千万别在车里说错话了哈。好，那说完这些以后呢，你看看这里个系统还有一些升级的功能在里面，比如像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功能叫做潮汐，潮汐功能是什么呢？点开来就知道了。点开来以后呢，它其实有几个模式，一个是冥想模式，难道会有人在车里做瑜伽吗？呼吸模式，然后还有一个小气模式，这个呢就是睡一觉的。这个呢，你就可以在这个车里，比如像等老婆出去买东西了，再或者你去幼儿园接孩子，孩子还没下课，你就可以在这个车里去睡一会儿，小憩一会儿。我们来看看这个有什么功能哈，来点一下，设置好，设置20分钟，开始。座椅怎么动了？座椅怎么动了？哦，这把座椅现在已经开始升高了。躺平了，哦呦，然后你就可以这样睡一会儿了。20分钟以后，它会自己用闹钟把你叫醒。这个不错，这个功能不错。我们再看看其他的功能哈。好，我先结束你。那我们再看看会不会有其他的功能，比如像咱们来一个冥想模式，好不好？冥想模式，放松，开始冥想。欢迎来到潮汐冥想。你可以找一个不被打扰的地方，坐下来，挺直脊背，放松肩膀，然后慢慢地闭上眼睛。从深呼吸开始，用鼻子深深地吸气。给大家演示一下哈，然后这一套的系统里面呢，它其实是会把整个车上的很多硬件和这个软件给你打通起来。其实这个也在之前的一些其他的高端车上也见过。它是什么呢？就是有钱人调节身心的时候，会去一些这种很高级的地方，然后让自己能够有一点时间放空自己，放空身体，放空灵魂。你现在不用专门去个地方了，你就在等人的瞬间，在车里也可以去把这事儿办了。这个我觉得是挺好的一功能啊。挺好的一个功能，它主要的是能够把这些座椅等等的功能都打通起来。那此外呢，我们看一下这里的辅助驾驶，我们来把这些功能看一看。其实这里面我大概看到资料的时候，它主要是在这套自动驾驶辅助里面会有一些。那我们平时是在这里按一下这一个按钮，那不就有一些，比如像自动驾驶辅助的各种功能嘛？我看了一下资料，它可以把 AEB， 也就是自动紧急制动的那个功能，给你从
8到85提高到8到130。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就开到高速公路的那一段，如果前面有一台车突然之间撞了，停在那儿了，你的车也能够很快的自动刹车停下来。那因为我们开高速一般都是开100、110，甚至开到120的，对吧？所以以前的那个速度段它没有覆盖到，现在终于全部覆盖到了。这些都是靠雷达、算法等等的升级才能够去覆盖到的，这也是对我们驾驶的一些升级了。那此外还有一点，这台车不是可以去主动的进匝道吗？可以主动的变道吗？可以汇入主路车道嘛，等等这些功能，它都做了一些算法的优化。也就是说，我刚才试了一下哈，自动驾驶的时候，你把它开到那儿，并入主路的那个方向，这一下Pilot 已启动。其实每次Pilot一启动的时候，我都敢把手去松开一些。我们不是说提倡大家去撒开方向盘去开车，这样不太好，我们还是得拿着手硬着一下。但是呢，就这套系统本身的能力来说，它能够很好的去减轻我们呢在堵车路况的各种各样繁琐操作。反正一上高速，我就喜欢打开它，然后一个手抓着，因为这个时候你能绝大多数的应付这个路况了。那用久了以后，你会发现上下班的路况拥堵的这些城市环路你都可以这样放开交给它了。其实整体的水平来看，我觉得它是做的还挺让人放心的。那这次升级了以后呢，你会发现它的一些变化在于，它这个转方向的动作比以前会来得更顺。可能以前算法上还是先解决一个可以转向、可以并入匝道、可以汇入主路的问题，但现在他们在提出更高的要求了，就是并入的那一下能不能够更顺畅一些。比如像现在，你看过来，他在车子快摆直的那一段，他知道自己往回先收一点点方向，这个有点像驾校教练当时教我们的一样，你不要等到车摆直了，你再一把把方向摆回来，你得车子快直了，你就一点一点的抽回方向。现在3.0的系统以后，它做到了。